眼见当下在北约的援助下呢，乌克兰坦克越来越多，俄罗斯也坐不住了，明里暗里开始暗示身边几个哥们儿赶快来撑撑场面。如今俄罗斯的援助终于来了，最近有消息传出，某共和国领导人向其援助了数量高达3000的机动装备，帮助前线俄军作战。这款装备用途十分广泛，不仅能够运送物资，在必要时还能填饱士兵的肚子。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最近，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宣布，将帮助乌克兰装备2个营的豹2坦克和4个营的豹1坦克，总数量为160辆。再加上此前乌克兰向波兰订购了100辆 Rosmark 轮式装甲车，在总体上呢，乌克兰方面将收到西方提供的数千辆装甲车、几百辆豹式坦克，再加上挑战者2以及波兰提供的 PT91， 乌克兰已经有了一批不亚于俄罗斯的钢铁洪流了。而相比于正源源不断接受新武器的乌克兰，俄罗斯呢却在反其道而行之，开始往前线输送一些上世纪40、50年代的武器了。不过这些也都可以理解，毕竟俄罗斯目前的军工现状，先进武器产能严重不足，只有起风这些老装备才能满足前线需求。不过即便是大兵已经做好了俄军使用 T34坦克的准备，还是被下面这一条新闻给整破防了。据称，俄防长绍伊古的老乡俄联邦图瓦共和国领导人弗拉基米尔·霍瓦利格宣布，图瓦共和国将向俄罗斯军队转移3000匹马，以建立为前线提供物资的后勤链。霍瓦利格称，这些马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训练的，具有良好的体质和耐力，能够适应恶劣的气候和地形，可以为俄军提供有效的运输工具。他还说，图瓦共和国将派出一些专业的马夫和兽医，负责指导和照顾这些马匹，帮助他们的健康和安全。据了解呢，这次转移马匹的行动将于本月底开始执行，预计耗时1个月左右。这些马会被运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几个基地，并根据需要分配给不同的部队。这里呢，大家先不要笑这位绍伊古的老乡啊，毕竟图瓦共和国这些远东边疆区确实都没什么钱，捐不了拉达汽车，还不能捐几匹马了。而且使用马匹作战也有它的独到之处。在一战时期呢，马匹运输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被广泛使用，特别是在崎岖的地面上。毕竟，即便是轨道交通可以弥补部分后勤缺口，但是随着他们靠近前线，也容易受到敌人的炮火和轻武器火力的攻击。因此，俄军在拿到马匹后，可以仿照一战的战术，在前线靠后一点的地方建立较小的中转站，让马匹从那里收集物资，来解决俄军最后1公里的后勤问题。毕竟现在乌克兰的黑土地已经化冻，道路是相当泥泞，不管是俄军还是乌军，汽车半个轮子陷进泥地里是常有的事儿，后勤物资常常堵在路上，造成前线没有补给可用。俄军军用马匹能快速地通过这些泥泞路段，及时地给前线运输补给。当然，这个方法呢最好在中午进行，因为早晚要出事儿。另外呢，相较于卡车这种既耗油又容易被偷的机动单位，马匹完全就没有这种顾虑了。这些马肯定要比卡车什么的好用听话，毕竟不用加油就能跑，100公里油耗2把草料，十分的节能环保，杜绝了俄军运到半路因为油料不够而将其丢弃的可能。而且在运输稳定上，马匹也有不错的保障。俄军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翻江期的到来，物资会像自家坦克那样陷入到乌克兰泥泞的土地里。至于安全方面就更不用说了，乌克兰人要是想像之前拖拉机拉走坦克一样轻松拉走俄罗斯的马匹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怎么着都能踹人2脚不是？只不过就是这些马匹啊，对于21世纪的今天而言，似乎来得晚了那么一点。要知道，即便是当年的苏军，在获得了大批美国和英国卡车后，所使用的马匹也很少了，基本都实现了摩托化。当然，并不是说马匹运输不行啊，即便是在今天，许多国家的军队中依然有马匹和骡子，比如美军就在阿富汗使用过骡子和驴子运送武器给养。不过这是因为阿富汗属于典型的山地地区，不管是美国、印度还是意大利，他们的山地部队本身就装备着数量不少的骡子。但对于俄罗斯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乌克兰是个大平原，顶多有个高地，别说山了，连丘陵都不好找，马匹能发挥的运输作用并不大。因此这些蒙古马到了前线，估计呢也就只能用来拉拉板车。
问题在于蒙古马本身的力量较小，就算是用来拉物资也拉不了多少。这时候大兵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既然这些马匹不太适合拉物资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用在别的用途呢？大家仔细想一想，现在俄军前线最缺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绍伊古，快来重建大俄罗斯的骑兵部队吧！有了这些马匹，俄罗斯的步兵完全可以依靠他们作为机动部队，快速突入战场，然后下马步行参加战斗。即便是遇上豹二坦克这种强敌呢，俄军骑兵也不虚啊。毕竟时代在发展，俄军并不需要像往日波兰裔骑兵一样，拿着马刀向坦克冲锋，完全可以依靠其高超的骑术，让坦克一时间难以锁定，然后紧接着转身下马，并抄起手中的 RPG， 一个滑铲来到坦克腹部。这时候只需要轻轻激发火箭弹，就能为家人成功迎来500万卢布和一辆拉达汽车。大兵称这招为天地同寿，马后炮之赢麻了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！说真的，绍伊古或许真的要考虑一下，要不要对动员兵进行骑术培训。毕竟在一战期间，澳大利亚轻骑兵还是打出过不错的战绩的。澳大利亚轻骑兵属于下马骑兵，通过战马快速机动或者脱离，在靠近敌方阵地后下马作战。大多数的澳大利亚轻骑兵并没有配备马刀。在1917年，澳大利亚才开始为少部分的骑兵部队配备马刀。澳大利亚轻骑兵虽然在多数执行的任务和步兵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是相比于步兵机动性更高。同时，澳大利亚轻骑兵还肩负着传统骑兵的侦察和骚扰任务。这支部队呢，曾在别士巴内以骑兵冲锋的方法击溃了3000名轻重武器齐全，并且还有德军指挥官指挥的土耳其部队。这么一想，俄军的骑兵似乎也有些搞头，3000骑兵冲锋听起来是蛮带感的。当然，乌军这边也不是吃素的，完全可以拿出自家最新刚刚改装好的抗俄神器4连装马克沁机枪，以每分钟2400发的弹幕与俄军骑兵来一场货真价实的一战对决。届时究竟鹿死谁手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俄军这匹马匹还有什么作用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